英国海军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周六停靠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这是英国航母首次在日本停靠，也是半世纪以来首次有他国航母进入美国在日本军事基地。此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至今年5月从英国出发以来，其亚太之行一直备受关注。作为落实全球英国战略的行动具体抓手，伊丽莎白女王停泊日本有何目的？英国航母在亚太的行动能为英国找到印太地区的存在感吗？来看看报道。英国皇家海军最大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周六下午3时左右抵达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美军基地，这是自上世纪的70年代以后第一次有除了美国之外的航母进入横须贺海军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预计将在周一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英方透露，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在横须贺停留至下周四。出于防疫考虑，靠港的6天期间，所有1240名船员都不会下线。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7月份在航行途中报告有超过10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英国至今都没有公布处理措施。此前，韩国以防疫为由拒绝了伊丽莎白女王号靠港。共同社报道称，英国航母首次在日本停靠，旨在展现为实现日美两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想而进行合作。英国驻日大使隆巴顿在迎接航母抵港时强调，英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将更强，与日本的伙伴关系将更深。英国自脱欧后提出了全球化英国的新理念，加大向欧洲之外其他地区拓展的力度，以提升不断下降的全球影响力。今年3月，英国发布外交及安全保障方针，展现出重视所谓印太地区的态度。今年5月22号，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从朴茨茅斯港出发，开始了为期28周的首次亚太之旅，沿途参与多次联合演习。6月，该航母编队的一艘军舰闯入俄罗斯水域，俄军开火驱离，酿成外交争端。8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冲绳以南海域与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海军的多艘军舰展开了多日的共同训练。8月31号，又在日本海附近与韩国进行联合演习。9月2号，则参加了日本自卫队与美国、荷兰、加拿大海军的联合训练。我个人的观察，似乎是从脱欧之后，他就已经有试图在铺陈。再重返一个有限度的全球海军的角色，他铺成这样一个角色，某种程度他可以促进他的话语权，不管在政治面也好，军备上也好，他都能够在印太这个地区，他可以有一定的角色。观察指，英国想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赴亚太地区航行，作为落实全球英国战略的具体抓手。英国皇家海军也多次强调，航母战斗群亚太之行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英国并没有衰落。此前，英国海军已经有39年没有进行过这么大规模的航行。值得注意的是，英方不断放出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风声，但外界最为关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穿行南海的阶段，该航母没有进入敏感水域，而是直接穿过吕宋海峡。另外，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是英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一艘航母，也是目前现役最大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但作为英国海上力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可搭载的战机非常少，只有一个舰载机队配齐了12架 F-35B， 远没有达到40至50架飞机的要求。这也造成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在韩国进行军演时所搭载的15架 F-35B 战斗机，有10架是来自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相当于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训练提供了平台。除了战斗机数量不足外，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面临着编队力量不足的尴尬。在此次巡航过程中，航母打击群还需要美国和荷兰军舰提供护航。同时，对于英国海军来说，目前能提供弹药等固体物资补给的只有2艘罗莎利堡级后勤补给舰和1艘维多利亚堡号综合补给舰，这些军舰都已经严重老化，极大制约英国海军的远洋巡航威慑能力。